当局是在看待美国进攻伊朗的时候，有一个国家被凸显出来了，那就是中国。因为伊朗对中国太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伊朗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今天美国攻击伊朗，除了伊朗在整个中东的地位它兴风作浪之外，根本就是对中国提出警告。这种伊朗真的对中国非常重要吗？对中国的核心利益非常的重要吗？今天如果失去了伊朗，对中国是不可承受之重吗？现在有人讲说，今天美国去攻击伊朗，根本就是打给中国看的。这个毫无疑问的。为什么这样说？对，因为伊朗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个，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包括说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同时之间都存在的一个国家。而且伊朗在前几年的时候跟中国已经达成了他们叫做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然后中国跟伊朗呢，再讲一遍，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那人家把你打进来了，你现在屁都不敢放一个。他现在只能够就说呢，请美国要停火，只能够这样讲哈。再来就是说，当时伊朗跟中国呢签了4000亿美金的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会在伊朗投资4000亿。4000亿里面来说，包括当然就持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蕴藏的这个开采啦，包括说像一些基础建设的这个些东西，他要投资4000亿哦。刚才吴董讲到，他们已经投资了非常多哦。那所以因此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有我的核心利益，所以他卖给伊朗的武器也都是比较先进的武器，包括说像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雷达的这个系统啦，相关的这个防空系统，其实中国一直在资助，甚至连去年呢这个午夜之水行动之后，全世界唯一还有运东西给这个伊朗的，就是中国，还被美国抓到过啊，美国都有这个登船把你拦截到，所以他卖给他不是烂东西，不是烂东西，是中国的好东西，他一直在帮他。为什么一直在帮他？对中国来讲有几个核心利益。中国现在能源的问题来说的话，非常棘手。因为第一个，委内瑞拉已经被端掉了。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来说的话，当时对中国的这个需求是中国委内瑞拉大概占中国需求的5%到6%不大，但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它是全世界OPEC 第4大产油国，它一天可以生产330万桶，330万桶的90%都卖到中国去。现在这330万桶的300万桶。现在到哪里来了？对，不见得有。所以再来就是说，你真的假设你封锁荷姆斯海峡，中国也搞不好也不乐见。我跟他讲，中国也不乐见，为什么？因为它油进不来了。封锁荷姆斯海峡的同时，油价也会大涨。对，油价飙到120的时候，谁比较受不了？中国、美国受不了，中国也会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敢不敢封荷姆斯海峡，我觉得这都还是打上个大问号。再来对中国来说的话，伊朗对他来讲是一个敲开中东的一个这个敲砖石。为什么？因为过去他资助非常多伊朗的这个代理人，在中东这个兴风作浪啊，那谁是看谁的脸色？看伊朗的脸色，看中国啊。他可以在中东有话语权，伊朗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如果连伊朗都没的时候呢，中东现在是谁讲话？以色列跟美国讲话，中国完全没有角色。俄罗斯在这一局上面没有角色。没了，他之前的叙利亚都被端掉了，所以俄罗斯已经没有角色。中国、伊朗在被端掉之后，中国在中东也没有任何角色。你看，过去中国想方设法跟沙特阿拉伯那些国家结成这么强大的这个联盟关系，他们签了什么人民币的兑换？我跟他讲，去年的时候，这个川普一去，用 AI 就把他们完全买定了。对，他们现在达成了协议，是你要买我多少 AI 的东西，怎样完全绑定在一起，你还要投资我美国这么多钱。所以现在整个中东都已经被美国绑得牢牢的，你只要把伊朗踢走的话，中国在这边一点角色都没有。所以这次我讲，中国是连什么都不敢讲，他只能够默认他的投资完全就打水漂。但是对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应该要想方设法巩固他的石油来源，因为这一次真的伊朗被端掉之后，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或许这个就会变成是什么？变成主客意味，变成是我3月去访问的中国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保证你中国永远的。可是习近平我觉得这个最妙哦。对，我都要跟你见面了。是，见面都你讲我要跑去要带的嘛。是，就我的跑去居然是把你最好的朋友给端掉。是，那这个面还能见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动态的局面嘛。之前这个川普的 IEPA 不是被判违宪的时候，中国媒体就说：“哎，你看，我们现在拿到一个这个所谓的砝码会回到我们这边，我们可以来跟你喊价。”那问题是现在的砝码又来到了川普这一边，所以才说这个变化一直在变化中。不过我觉得伊朗被端掉来说，对中国真的是非常受伤惨重的局面。吴董有这么严重吗？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威胁了。因为这个你说威胁中国，当然威胁中国，因为中国我听说了哈，说在之前呢，他就已经有撤出部分的中国的科技人才了，有很多的
相关的这种军事科技啊，全部最近半年来都是由中国支援的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伊朗本身呢，可以相当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是中国的准核心利益啊，因为它是它的能源主要提供国啊，还有它是进入所谓“一带一路”，进入欧洲的重要节点。对。那另外第三个更可怕的是说，它这一次由这个整个军事作为的过程当中哈，给了中国一个大的教训跟示范嘛。所以你整个中国的这些科技的北斗卫星也好，它的红旗9的防空武器也好的话，等于全面性的失灵了。但目前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是一个开始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但是到底再过几天会发展成什么样，不知道了。中国我觉得有安静的某种意义来讲的话，它安静的存了一种等待的心情。可是如果今天美国攻击了伊朗，真的把伊朗控制在手下，至少伊朗维持中立，这个对中国的国力或它的整个国家利益真的伤害这么大吗？宝杰，我们先讨论一下啊，就是说现在美国还没有能力把伊朗控制在手上，对，目前大家还在观察。所以这2天是我们要紧密的观察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知道他受伤嘛，对不对？那受伤他怎么办呢？他要等待另外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等待你美军真的把你的弹药、你的高阶的那种弹药武器都用光了以后，我说是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有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动作啊。你说中国会介入？当然会介入，他不可能不介入嘛，是介入的方法跟程度。他不会正面介入，说地面部队跟你作战，当然不可能了。但是科技的指导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举例这样讲，他商业的卫星，他用商业卫星来帮助伊朗，现在可不可以？伊朗现在在这个，所以你的北斗卫星都被打趴了，所以不能用了。其他的猪卫星可不可以呢？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这2天，所以外面有这媒体上讲是72小时等待嘛，在72小时当中，如果伊朗内部的崩溃掉的话，那这个就可以说第一阶段成功了，对不对？那第2阶段能不能够胜利，就看伊朗的政权，因为它的目标是政权的更迭嘛。那政权的更迭，怎么样的更迭都不可能说明天换的一个变成美国的这个从属国，不可能啊。但最重要的就是中美之间在这个事情上面，最后还是中美之间最后会不会有出现一个谈判的可能性啊？我觉得我们要再看几天。好，焦老师，其实你是研究美国政治，你也研究川普。川普到底在想什么？我从川普的盘算基本上川普这个人我们不可否认一个现实，就是说他其实有核武的国家他是不打的。好，你说俄罗斯也好啦，北韩也好啦，那为什么伊朗打？他伊朗核武就还没成熟嘛，这个是事实啊。所以川普打你没有办法反击。对，所以川普要跟习近平见面的之前，以川普的个性就是说我们2个你侬我侬，我们好到不那个突然亮个小刀出来。告诉你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够伤你，但是我只是不想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川普现在美国国内的那个通膨非常严重。我去年下半年整年都在美国休斯顿，我在那边讲学。美国通膨真的蛮严重，尤其对于这些比较贫穷的川粉、白人川粉，这个红州的，他们其实是对川普有些有跑票掉，所以川普要拼的是这个年底的这个期中选举。可是问题在于说，川普在想说，就像我刚刚第一趴讲的，其实川普没有说真的这么想马上动这个哈梅尼，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动？他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川普知道说他的这个外面的战争可以把国内的注意力引过去。那如果川普只是再去轰炸一次伊朗，跟去年6月一样，这其实就那个烟火放的那个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它砍掉，就把这个哈梅尼砍掉。所以川普的做法都这样，他通常会极限化到很大，然后让呢他的这个对手来去投降，或者说来去让步，然后他再回去取悦他的川粉或取悦基本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川普其实他现在这个东西，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川普是不会 check out。之前大家不是笑说川普是 taco 吗？什么东西都是缩回来啊，甚至那时候马斯克跟他闹翻的时候，还弄了一个 TACO 做他的股票代号嘛。川普让大家知道说，我还是硬汉一条。不过你会了解一件事情，其实川普在他的字典里面，关税还是最漂亮的字，他讲了很多次，所以他不要动刀，不要动枪，不要杀人，他不会这样做。他必须这样做的时候，都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跟经贸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川普有评估过，如果说他可以回馈到他的经贸利益，美国的税也好，美国的经济，美国的通膨，像荷姆斯一封锁，通膨就起来，或者至少呢，对美国在年底的这个参众两院，你不要说众院失去，这个对川普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关键。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看川普在中东这一块，我真的是
就是说，我们当然在台湾，我们希望说，这个对于这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快进快出，能够跟马杜罗是一样的。好，我们当然希望这样。如果没办法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怕美国被困在中东这个地方。其实，在这次战争里面，我还注意到一个事情是，本来我们讲说飞弹很重要，飞机很重要，武器很重要，可你在这个战争里面发现，它的通勤指挥系统更重要，就是 C4ISR。那这个部分其实美国是要交给台湾，而且我们的很多生产力要在台湾做的。结果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被卡住了。对，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很要命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现在的战争。我们从俄乌战争看到这个目前这个伊朗这个战争，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那么，刚刚讲到现在这个无人机啊，包括无人的这个水上的载具跟水底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些造价比较便宜。对啊，你像我们现在造个潜舰出来，我会花很多钱，但是这些钱拿来做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台湾是在做，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蓝白两党现在卡这个预算呢，大家都看到了，卡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一点道理没有。台湾需要这些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话，和平是要靠实力的。今天嚇阻中国进犯台湾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防力量。我以前讲过，70几年以来，中共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其实因为他的力量还不到。这个赖清德其实前一阵才讲过，我相信这个事实，我也相信是这样子，他力量还不到，但是他不可能永远不到力量。而且他也一直在加强这个力量。我们唯一的自保的方法就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不能够全部靠外面买，要自己要有能力。像潜舰国造，我非常赞成。那这些无人机舰，这些技术上这些，我们完全是有能力的，那现在也正在做，但是要快，因为对方很快。所以我们从俄乌战争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战争不是只有准备第一批武器，你后面如果没有办法继续生产、继续制造、继续供应，你个仗在一开始你就打完了，你后面根本无以为继。我们也从这个委内瑞拉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发现，你不是只要有好的武器，你要有很好的通勤指挥，你要有很好的整个的星链计划，你要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制造力。如果这些都没有，你的这些武器也就是一堆破铜烂铁。现在大家台湾担心的是，不是说我们只是买武器，而是这整个的系统，台湾有没有办法建构起来？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